我们书接上文，先来看六五爻。六五，黄商元吉，这简简单单5个字，其实是坤卦里最高级的吉祥代码。为什么是黄商呢？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是黄色的下群？这里面大有讲究。在五行里，土居中央，对应的色就是黄色。黄色是天地间的正色，代表中和、稳定、不偏不倚。孔子在《宣圣讲义》里讲，五色，黄为天地之心，它承载着天地的本心。那商呢？古代人穿衣服上衣叫衣，下裙叫商。衣象征天，象征谦；商象征地，象征坤。商虽然在下面，但它紧紧接续着衣，这说明坤卦到了六五这个位置，已经和乾卦达到了完美的契合，就像衣服和裙子成套了一样，既不越位，也不缺位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物阅览，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，看清今天的世界。我们一起深度拆解古为今用的智慧。居中守正，阴柔与阳位的平衡。六五这个位置在易经里是君位，本来是属于阳的，但坤卦是阴卦，一个阴爻坐在了阳位的正中央，这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。孔子说，坤行至此，恰好与谦交，双方是匹敌并尊的对等关系。这就像一位贤德的皇后，虽然身处高位，但她深知自己的中正之道，不去抢皇帝的风头，而是以博大的心胸去承载、去补位，这就是元吉，极致的吉祥。这种吉祥不是靠争抢得来的，而是因为你顺应了天理，坚守了中正，它自然而然就来了。文在中也的真意，象传说黄裳元吉，文在中也。这里的文不是文采，而是内在的德行。孔子说，这种吉祥源于你内在有文，也就是你的内心深处含蓄着光明，德行深厚，能够承接上天的恩德。这在现代生活里太有启示了。比如职场中，一个优秀的副手或合伙人，他懂得在核心决策者身边默默补位，不抢功，不推诿，始终守着自己的职责。这种不争而胜的智慧，才是最高明的生存之道。六五爻黄裳元吉里的职场与人生位阶，咱们重点拆解一下坤卦里最风光的一爻六五黄裳元吉。为什么黄裳是最高级的审美呢？在古代，黄色是中正之色，代表土，而裳是下群。你可能会问，六五明明是君位，是最高的位置之一，为什么不穿代表天的衣，反而穿代表地的裳呢？这就是坤卦最通透的地方。孔子说，五色，黄为天地之心，黄裳代表的是一种守本分的尊贵。翻译成现代化就是，哪怕你已经到了高位，哪怕你已经是 CEO 或者领域大拿了，你依然保持着那种承载者的姿态，不张扬，不越位。文在中也，你的才华要藏在骨子里。象传里有一句话叫文在中也，这个文字在易经正式里解释的特别精彩。它不是说你穿得漂亮，而是说你的德行，你的才华已经内化成了一种光华，就像一块美玉，它的光是不刺眼的。六五爻之所以元吉，是因为它在这个位置上既有阳位的尊贵，又有阴爻的柔和，这种外圆内方、中色其华的状态，是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。给现代人的启示：副手智慧与合伙人精神。如果你在单位是2把手，或者你是家庭里的主心骨，六五爻就是你的座右铭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吉祥不是靠争抢风头得来的，而是当你把自己的位置坐稳坐正，让上面的人放心，让下面的人安心，那种吉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。六五，为什么守中比登顶更难？六五黄裳元吉，很多人觉得到了这一爻就是拿到了人生的大礼包，其实不然。在易经正式里，孔子用了一个词，位既当矣，时亦已矣。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泪换来的教训，阳位与阴爻的绝妙平衡。大家看，六五爻是坤卦的第5爻，吉数为阳，偶数为阴。五是阳位，代表君位，代表权力的巅峰。但六五本身是一个阴爻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手里攥着权柄，但你表现出来的却是柔和、谦逊、退让。宣圣讲义里讲，坤者
处下以应上，居内以接四方。很多领导者一上任就急着烧3把火，那叫钱之动。而真正的顶级领导者，他坐在那个位置上是在纳百川，他像大地一样不说话，但所有的人才资源都往他这儿汇聚，这就是黄中通理。什么是通理？黄中通理不是说你懂道理，而是说你的内心中像大地一样厚实，所有的规矩、逻辑、人情世故在你这里都是通达的，没有疙瘩。职场场景，当你成为部门老大时，你是靠开会骂人来建立权威，还是靠解决大家的困难，承载团队的压力来获得尊重？前者是假洋，后者才是真正的黄裳。解码黄裳被低估的中正美学。刚才我们提到了黄裳，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件黄颜色的裙子，那你就太小看古人的智慧了。在孔子的宣圣讲义里，这简单的2个字其实隐藏着一套位置哲学，颜色背后的权力和规律。讲义里说，五行土为后天之主，五色黄为天地之心。大家想，大地是什么颜色的？是土黄色。土在五行里居中，它承载金木水火，所以黄色不是为了好看，它代表的是一种绝对的中立与厚重。职场启示，真正的核心人物往往不是那个叫得最响的，而是像土一样能协调各方资源，承载所有矛盾的那个人。他的黄是内心通透、不偏不倚的底色，商的委婉，配角的顶级素养。孔子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，以商者，配衣者也。古人穿衣服，上衣下商，衣代表天，商代表地。为什么6五明明是君位，却要称商呢？讲义里解释得很通透，坤辟谦，由商与衣，地承接天，就像下裙配合上衣，这叫不僭越。即便你能力再强，功劳再大，你依然保持着一种配合者的姿态。这种姿态不是卑微，而是一种极其高明的自我保护和系统和谐。阴阳的神交。为什么6五是坤卦的巅峰？孔子在讲义里用了一连串极美的词，气与行皆，精与神粹，是曰至文，光华远介。这简直是在描写一场宇宙级的浪漫相遇。借光而亮，月亮与太阳的哲学。讲义里有一个绝妙的类比，如月以日明，水以火蒸。月亮本身不发光，它是因为反射的太阳的光才明亮。6五爻之所以元吉，是因为它把坤卦的柔顺发挥到了极致，从而完全承接了乾卦天的光明。生活感悟，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做那个发光体，如果你能像6五一样，成为一个完美的承载体，去成就他人，成就事业，那么事业的光辉自然会照耀在你身上，这叫借势而明，黄中通理，从内心散发的光。讲义里提到，黄中通理，君子所虑。这里的通理是指你内心的逻辑、德行和外界的规律完全打通了，就像大地不需要学习怎么长庄稼，它只要在那里，庄稼就自然长出来。当你达到了这个境界，你做任何事都会觉得顺风顺水，因为你不是在抗天，你是在顺天。如何在这个时代修炼黄裳的德？听完这段讲义，我们该怎么做？修炼你的内经。讲义里说，内有其精，外得其物。你要先有内在的真材实料，外部的物质财富才会找上你。别急着去求财，先问问自己的土够不够肥沃，学会含章。坤卦讲究含蓄，有了成绩不要第一时间去炫耀，像黄裳一样，虽然华美，但是穿在下面若隐若现。这种含蓄会为你积攒长久的后劲，保持安贞的定力。坤至静，而其用则动，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守住你那份静。这种静不是不动，而是有节奏、有底气的律动。风水的灵魂，寻找那一片薄厚的大地。很多朋友问我，风水到底看什么？
其实《易经》正式在讲坤卦的时候，一语道破了天机。地成天，由中央接夫四边，天包于外，地居其内。坤卦的风水核心承载力。风水里讲藏风聚气，最核心的载体就是土。孔子说坤卦是土之象，征色为黄。在风水实操中，如果你选择的居住地或办公地，其地基不稳，土质松散，或者周围环境尖锐刻薄，那就不符合坤卦的薄厚。现代应用，买房看户型，很多人喜欢奇形怪状的，但坤卦讲究方大。一个方正踏实的户型能接纳黄中通理的气场，这就是为什么方正的房子住久了，人会变得心平气和，财运稳固。黄商在空间布局中的映射，讲义里提到，黄者居中之色也。在风水方位上，中宫房子的中心位就对应着坤卦的土德。如果一个房子的中心点是厕所或楼梯，虚空或污秽，就违背了黄商元吉的教义。布局建议，房子的中心地带要保持明亮稳重。这种内有其精的布局，能让你在外面拼搏时，乾卦有一个永远能为你补能的港湾。坤卦占卜的玄机，当你在坤卦中问前程，如果你在占卜中抽到了坤卦，尤其是抽到了65或者用6，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就是顺从。我们要看讲义里最硬核的段语，元衡之象，始垂于世，65爻的神段，借力打力的巅峰。如果你为事业占到黄商元吉，这代表你现在的状态是后发制人。天机拆解，讲义说如月一日明，你现在的项目不能靠自己硬冲，你要找一个乾卦式的平台或领导，只要你守住副手的本分，把执行做到极致，你的光华会比主角还要持久。禁忌，此时最忌讳变卦去抢攻，一旦你动了抢攻的念头，卦象就会从65直接跳到上6，结局就是奇血玄黄。占卜中的先迷后得主，坤卦的卦辞里有一句很折磨人的话，先迷后得主。在占卜实际操作中，这代表你现在遇到的困惑、迷茫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孔子解释说，这是因为坤道要顺承，大地的生长不是一天完成的，它需要时间。如果你占卜问婚恋，遇到坤卦，代表这桩婚事不能急，要像午马一样有耐力，守贞才能急。从气场看一个人的坤卦修养，在易经风水学中，最大的风水其实是人。一个拥有坤卦智慧的人，他的磁场是什么样的？外在表现，至柔而硬刚，至顺而同天行。他平时看起来很温和，不显山露水，但他说话办事有一种大地般的不可撼动感，生命能量。孔子说这叫元气之不绝。这种人不容易得大病，因为他的气是中和的，就像讲义里说的一虚一实，乃相周旋。他懂得在动态中寻找平衡。咱们聊易经，常常盯着吉凶看，但在坤卦65爻这里，孔子在宣圣讲义里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：真正的元吉其实是超越了吉凶的。象传里说，黄裳元吉，文在其中也。这个文字绝不仅仅是文采，它是宇宙的秩序，灵魂的光辉。什么是中？超越平衡的极致。孔子讲，道曰守一，圣曰执中。在坤卦的世界里，65这个位置太特殊了，它虽然是地阴，但它处在天阳的位格上。这个时候，它不再是简单的配合，而是进入了一种玄之又玄的境界。深度解读，这个中不是左右逢源的圆滑，而是你内心的定盘星。讲义里说，利己而无所依矣，就是说你强大到不需要依靠外界的赞美或诋毁，你就是你自己的中心。当你到了这个境界，外界的波动凶就再也伤不到你。元吉，不与凶比的绝对吉祥。讲义里有一句话非常霸气，吉者不与凶。平常的吉是因为有凶作为对手，但65的吉是吉之又吉，它是天道的终点。人生启示，很多人问我怎么才能转运，孔子告诉你，当你把内心的德行文修到了中的位置，你就不再受运气的摆布了，你本身就是光，黑暗怎么可能存在呢？黄商与黔吕，
天地的无缝接轨。讲义里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对比，以坤之商而接于乾之履焉。天在行走，履；地在承载，商。这一上一下的接轨，就是天衣无缝。卑微中的至尊，虽然是商下群，处于下方，但它通至道而行无极。这告诉我们一个扎心的真理：你的社会地位、商并不决定你的生命层次。一个扫大街的人，如果他的内心文在中也，守着那份中正和至善，他在精神境界上就是为天的圣人，光见于四方，乐畅于四体。当你内心有了这种文，你的光华是藏不住的。讲义形容的太美了，和乐畅于四体，失之于物，高厚无已。这种状态就是现代心理学说的心流。你做任何事都感到通透愉悦，你的身体是健康的，你的事业是厚重的，这就是纯德不细。坤卦讲到65，其实是给所有追求成功的人指了一条明路。孔子说：“履坤而弗谦，立地而为天。”你虽然踩在大地上，但你的位格和天是一样的。不要总想着去登顶迁95，试着去修持你内心的皇上坤65。当你的内心足够博厚、足够中正、足够含蓄，那个原极不用你去求，它会像大地上的春天一样自然而然地降临。占卜65，副手和合伙人的封神之路。很多朋友在占卜前程、事业时，如果抽到坤卦65爻动，第一反应通常是我是不是要当二把手了？其实孔子在讲义里说得更深，65是应得偶，是坤应谦之至。在占卜实务中，这一爻给出的启示不是让你去争，而是让你去和。事业占借光而行的艺术。如果你现在正面临升迁或者创业，占得皇商元吉，核心策略力荐大人。讲义说如月以日明，这预示着你现在的力量还不足以独自照亮夜空，你需要寻找一个乾卦特质的平台或合伙人。断语大吉，但这个吉是有条件的，你必须穿上你的皇商，也就是收敛锋芒，把功劳推给平台或上级。这种手中的姿态反而会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做得最稳，获得的实际利益也最大。婚恋占天作之合的温婉，在测感情时，65爻是极佳的卦象。启示讲义云：后之配弟，母之配父，这代表一段非常传统且稳固的关系，一方能够包容另一方的刚烈，形成一将一生、德用俱焉的互补。这是一种文在中的爱，不炽热夺目，但足以相濡以沫，常伴终生。风水65，寻找那片通理的中宫气象。在风水地理学中，坤卦65对应的是中和之气。中宫的黄中布局，讲义提到黄者居中之色也。在房屋布局中，中心点中宫就是坤卦65的缩影。风水禁忌，既然是皇商，就要求中宫必须稳重、洁净、不空。如果一个房子的正中心是楼梯、厕所或者是杂乱的储藏间，这叫中气散乱。调理方法最好在中宫位置保持明亮，色调以土黄色、暖色调为主，这能激发文在中也的力量，让居住者内心的定力增强，家庭成员之间能像皇商接一一样配合默契，不生嫌隙。环境的博厚观感，选志习坤卦65要求环境要平顺、开阔、有情，不要选择那些山势突兀、水流湍急的地方，而要选择那种大地博厚、匹天高明的平原或缓坡。这种地气能养人的文德，让孩子学业有成，文在中，让长辈身体安康，和乐畅于四体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关注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